小马今天想说，原来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怎么说呢？前几天多个香港特区政府的部门就发表了联合声明，他们质疑香港警察的执法能力和手法，他们也对上级回应民间诉求的态度深表遗憾。再来，对于昨天在香港举行的光复元朗行动，香港警方在25日发出了反对通知书，他们表明禁止和反对星期六的光复元朗游行，但是示威者还是一意孤行，包括支持港独的何韵诗还明知故犯，呼吁他的支持者到元朗搞签名会，分明是要引起纠纷。Hello， 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7月28日，这里是小马识途，不是老马糊涂。小马每天和你聊一则你感兴趣的时事新闻，新朋友的话记得按赞和旁边的小铃铛。我们想说在元朗暴力事件后的几天，小马看到香港政府的内部其实开始出现分歧，多位政府人员相续发布了联合声明，质疑警方失责，并且呢，对于林郑月娥处理这个逃犯条例修订和白衣人的暴力事件的方式呢，他们深表遗憾。也有部分的政府员工对于政府高层以及警队不满，他们也在请愿的字句上写在字条，并贴上自己的员工证姓名，并且进行拍照。另外，我们也看到大概有400名负责港府中层行政事务的主任，也在7月24日发表了他们的声明，表示这个林郑月娥及警务处处长他在22日下午记者会上表现毫无担当，并且逃避记者的提问，他们所谓的解说也让人无言以对。更加上他们对香港警方在过去几个星期应对示威者的责法态度及行为表示不敢苟同。这些行政主任竟然写道，警察不但没有保护市民的职责，更有勾结暴徒之嫌，已经严重失职及违反了专业操守。同为公仆，我们强烈谴责警队此等的行为。所以他们呼吁呢，香港政府必须正面回应示威者的5大诉求，尤其是正式撤回修例以及成立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2项诉求。他们的声明也表示，他们相信大部分的公务员同事呢，仍秉持着这个专业精神，不偏不倚的为市民服务。他们同样热爱香港，正在努力为香港的繁荣安定而奋斗。那么对于香港政府公务员所发生的事情，小马暂且不说他们所说的事情对与错，我想借用一句名言来说，人家都说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我现在就能够理解这句话的所在。现在这段时间，香港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这个危机，所谓困难当头身为人民的公仆，你竟然说到自己那么热爱香港，其实应该努力为香港的繁荣安定而奋斗。你们本来是应该团结起来面对困难，有任何的意见应该先寻求内部的反应，你们的看法，之后呢才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如果能设定出一个良好方案，并且能够努力让香港的社会回归正常的轨道的运行，那样就是记大功一个。可是你们现在一味的质疑，指责警队，指责特首，这样只会激化你们内部的对立。因为如果在正常的体系内部产生了撕裂和猜疑，那势必会令在外的示威者更加猖狂，也会导致整个局面更加混乱，而现在所面对的问题会更加棘手，难以处理。所以小马认为，他们虽然有权利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是你们这样的说话的方式，会让特首林郑和香港政府面对的是前有虎豹，后有豺狼的局面，你们过意得去吗？
你们也对这些黑衣的暴徒他们所做的所作所为，难道你们又没有谴责他们的暴力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会不会是在双重标准的一个局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件事，就能看得出香港政府的内部是越发严重。7月21日，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就对于警方在元朗暴袭的处理方式，他说我认为他们处理的方式的确与香港的民众的期待有所落差，所以他就此事向香港的民众道歉。随后马上引起了这个抨击，就是有退休的警务人员甚至写信寄到张建宗的电子邮箱，我谴责张建宗，你不要代表警队，若你真的要道歉的话，你应该下台负责，否则全警队与他势不两立。然后香港警务督察协会他们也表示，张建宗的发言已经抹杀了警队多个月以来的努力，他们的付出和他的牺牲。我认为呢，这个张兄应该与协会对话，尽快澄清，还警队一个公道。所以小马始终认为，如果政府内部不团结的话，只会让这些有心之士得逞，因为我们不能够因为一件事就抹杀了香港警方在这一个月里面所付出的所有努力。我认为他们已经是全世界面对暴徒最克制的警队，没有之一。我相信大家在这段时间都有看到，全世界的警察当他们在面对一些不守法的示威者和暴徒的时候，他们是采取怎么样的行动。甚至我们看到越是先进的民主国家，他们采用的武器和手段就越激烈。所以在此我希望香港的朋友们，我们能够继续支持香港特区政府，支持香港警察，和支持让双方有和平理性对话的方式。我们更加希望香港能够更快天晴。当然在这里也和大家要更新一下，有几件事呢在这几天发生，我是不能够接受的。第一，就是前几天示威者在这个地铁站进行的不合作运动，严重影响了其他乘客的时间、精神和自由。你想象一下，如果当时又有人不克制的话，又会有冲突发生了。所以想到这里，打气功。第二件事就是在香港机场的老人家，他们因为就不想要拿年轻人的传单，结果被针对，被贴上字条，甚至还有人现场表演了这个专业的这个碰瓷。所以看到这样的情形，不得不喊一句，你哋一班廢青真係食飽飯冇嘢做啊！我想說，如果多一些這樣的年輕人，香港還有未來嗎？坦白說，真的沒有。又來打氣功。第三件事，昨天我们不是分享了这个来自昆士兰大学 Bruce 的这个视频吗？而在过后他也告诉我，他的学长刚好在香港转机，然后就有媒体采访他，虽然他给出了与示威者不同的言论，结果呢就被示威者尾随和骚扰，就是又要打气功。所以总结就是，这些年轻人几乎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但是我心里还是坚信，还是有理性的香港年轻人的，还是有第二把声音的。所以在这里我再次呼吁，希望通过大家的力量把他们找出来，让我们把这一股声音团结起来，让大家知道香港还有第二把声音。所以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在630称警察720守护香港过后，我们现在有一个833的无声抗议集会，就是8月3日下午3点，地点在维多利亚公园。我们希望更多人站出来。现在很可能因为这个何君尧律师的事件，石水嘅事件，很多人渐渐不敢站出来了，因为他们担心被骚扰，他们担心被人破坏祖坟。他们现在甚至说，把破坏祖坟的这个事件扭曲成是因为何君尧串通那些白衣人，白衣人收不到钱，才把他的祖坟挖掉。所以我说，你们竟然说了这样的话都可以，我真的不能够接受。
所以在这里，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无所畏惧，让我们携手迈向渴望天晴的未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明天见，拜拜。